大家好，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很多年轻人现在都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了。那在过去几年，中国的结婚率和出生率已经持续大幅的下降。从2022年到2024年呢，中国已经连续3年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意思就是每年出生的人数比这个死亡的人数要更少。但是最近呢，我看到一组数据，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中国的年轻人不但不结婚、不生孩子了，他们甚至不谈恋爱、不过性生活了。性生活就是啪啪啪，就是上床睡觉，只不过性生活是比较书面、比较得体的一个说法。那在我看到的这组数据中呢，就是只有大约一半的95后和00后，也就是从1995年到2003年之间出生的，并且已经成年的年轻人，他们只有一半每周有不少于1到2次的性生活。这个数字很低啊，而且这个频率远远低于80后和90后。所以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吃惊，因为我们在传统的观念里会认为最年轻的一代应该是性生活最活跃的一代，但是事实却是相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数据呢，是来自一个叫做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的文章。这个调查呢，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他们可能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所以他们就会做一些研究。那通过这个研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或者做一个总结，这样的一份总结就是一个调查报告。那这个调查呢，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2，就是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他们一起做的一个调查。他们在1999年，不是，2019年到2022年的3年之间呢，一共发放了大约7000份的调查问卷，就是会有一个问卷问大家一些问题。那在这个问卷中呢，他们得出了这样的一些数据。那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呢，在1970年到1994年之间出生的，并且有伴侣的人当中，在过去1年没有性生活的比例是6%到9%。也就是说，在1970年到1994年出生的，并且有伴侣的人中，有大约6%到9%的人在过去1年没有性生活。那我们看到了95后呢，就是从1995年到2003年之间出生的，同样有伴侣的年轻人中，这个比例要高很多。那有大约14.6%的年轻男性在过去1年没有性生活，大约10.1%的女性在过去1年没有性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在95后和00后当中要远远高于70、80和90后。所以这个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很多媒体就开始使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叫做中国是不是已经开始进入了性萧条时代？萧条的意思就是它是用来形容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经济市场或者生活进入一个非常低迷或者衰退的状态。
比如说在中文中，我们把美国从1929年到1939年这个经济大危机的时代叫做大萧条时代。那性萧条这个词呢，其实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早在几年前，很多媒体就开始用这个词来讨论日本所面临的一种性萧条的状况，年轻人也是不结婚、不生孩子、不谈恋爱、不啪啪啪。那在2018年呢，美国的大西洋月刊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 Why Young People Are Having So Little Sex。在里面它也用到了一个词叫做性衰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象不光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它是一个全球的现象。但是可能这个问题在中国最近几年会特别的明显。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这个报告中，他也探讨了几个可能的原因。那结合我在网上搜索看到的一些资料，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现象背后可能的一些原因。第一个最明显的原因就是经济的压力。我们当然都知道，结婚生孩子都是很贵的，所以每当经济出现萧条的时候，结婚率和出生率其实都会相应的下降。但是为什么也不谈恋爱不啪啪啪了呢？因为谈恋爱也要花钱，对吗？两个人出去约会，不管是吃饭还是看电影，还是去听演唱会，所有的事情都要花钱。那很多年轻人现在或者失业找不到工作，或者担心自己失业，所以他们觉得啊，那我宁愿在家里自己刷手机，这样省钱，我也不想出去谈恋爱花钱。但是有人会说，如果想要有性生活，想要啪啪啪，也不一定非要谈恋爱啊，对吗？确实是这样的。在这个调查报告中也显示，其实对于95后来说，他们的性观念更加的开放，更多的年轻人接受约炮这件事。约炮就是两个人可能通过交友软件，或者两个人本来就认识，他们出去以啪啪啪为目的，没有其他任何感情上的这个纠葛，这种行为就叫做约炮。那如果你有一个固定的可以经常跟你约炮的朋友，这样的人就叫做炮友。那既然95后和00后更能接受约炮和炮友这样的概念，而且这样也相对其实可能比谈恋爱要便宜很多，为什么他们的性生活频率还是这么低呢？因为约炮也是要花钱的。现在很多95后和00后的年轻人，他们其实是跟别的人，甚至有的时候3个人、4个人一起合租一套小的房子，所以他们很难把炮友带回家里来，很不方便。那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出去一个酒店里开房间，开房也是很贵的，要花很多钱。所以，这些最年轻的一代，他们甚至没有钱，没有这个资本去出去约炮，那他们的这个性生活的频率也就相应的下降了。第二个原因呢，也很明显，除了经济上的压力之外，年轻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也面临着很多其他的压力。所以即使他们有钱，可能他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谈恋爱或者过性生活。对，这个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可以感同身受的。你像尤其在中国996的工作时间，你一天可能工作了10几个小时之后，再从公司回到家里，已经累得只想瘫在沙发上刷手机，连话都不想说，当然更不想过性生活了。
其实很多社会学家、社会学研究已经表明，这个一个人的压力跟他的性生活是直接负相关的，就是一个人的压力越大，他的这个性生活的频率越低。在这份调查报告中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因为在过去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中，一般认为一个男性他的经济地位越高，社会地位越高，他的性生活的频率就越高。意思就是一个男性他越有钱，他越有权利，那他对一位女性可能就更有性吸引力，他手里掌握的性资源就会更多，那么他对性生活的满意度也会更高。当然这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学的看法，但是在这份研究报告中呢，我们发现这个现象其实发生了一个逆转。在这个调查的数据中显示，在1980年之前出生的人群中，教育程度与性生活的频率是明显的正相关。也就是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他的性生活的频率就越高。但是出生于1990年到2002年的男性中，在这个群体中，每周至少有一次性生活的研究生学历的人是 29.2%， 但是初中甚至以下教育水平的男性中，这个比例达到了 43.8%。所以就是说，很明显的，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他们性生活的频率明显的高于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虽然在这个报告中，它是用受教育程度和性生活的频率作为研究的，它并没有直接调查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但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还是与一个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直接相关的。一般来说，在目前的状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一般他们的收入会越高，社会地位也会越高。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社会学家给出的一个理论是，可能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他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他们的重心更多的是追求事业和个人的成长，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有更少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家庭或者去谈恋爱，啪啪啪这样。那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呢，她们也更加的独立，所以她们也不太需要找另一半，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去照顾她们。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可能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男性也更难与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匹配。这样也是导致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他们可能性生活的频率越低。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现代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的变化。现在因为手机、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大部分人呢可能不需要出门，在家里刷手机可以很开心的刷一天，我们完全都可以自娱自乐。所以现在也出现了很多宅男宅女，就是不喜欢出门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时候可能在家里，在社交媒体上跟一些陌生人聊得很开心，热火朝天，但是生活中如果有朋友约你出去喝咖啡见面，可能会觉得哎呀好麻烦好累啊。所以很多人年轻人宁愿在家里打游戏刷剧看社交媒体，也不想出门去结识新的人新的朋友，那这样就当然导致了谈恋爱啪啪啪的几率都会大大的降低。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内容。我觉得性生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社会学话题。
一个群体的性生活的现状是直接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联系在一起的。那今天提供的这些讨论呢，很多其实也并没有明确的结论，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看法的话，非常欢迎你们在评论里跟我讨论。好，如果在社会学这个方面，你们还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也欢迎你们告诉我，我会做更多的这样的视频。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拜拜。